哎，B 啊，你知道为什么 Stadium 啊、Pavilion、Golf Course、LRT、Technology Park 都在 Bukit Jalil 没有呢？这故事是有点长的，那个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橡胶园，还有垃圾回收站。哦，这有什么关系哦？OK， 你听我继续讲下去的话，然后我会用简短的方式讲给你们听整个发展，同时间我也会讲到这里的一个新的 High-end Low Density 低密度的新项目啦。哦，OK。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看的是一个更年轻化的城市，与时代持续成长的 Bukit Jalil。将放远望去，曾经的 Bukit Jalil 是 Seri Petaling 南部占地1800 acres 的一个橡胶园，还有垃圾回收站来的啦。这样31年过去了，这里的改变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啦。1995年开始的 Bukit Jalil 体育馆，还有 Axiata Arena。1996年国家重点开发的 Technology Park Phase 1研究所之城重点开发的是科技、医疗、AI 大学等等。来到1998年的时候 ，LRT 都成型了，开始把人引进来这里，提高这里的人流量，也提供了这里的住户方便。当时候这里的房子并不多的，但是很多发展商开始在这里大量的买地起楼啦。听说那个原因是根据吉隆坡2020年的大蓝图规划里面，Bukit Jalil 是政府会强力推广在吉隆坡的大型发展之一来的。像后来 Berjaya 的 Golf Course、Bukit Jalil 的 Recreational Park 公园，让这里的居民添加了大自然的气息，更适合自己住了。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住的地方来的。后来呢，来到2021年尾 ，Bukit Jalil 的开张让这个地方再提升了一次，提升了更多的方便性，越来越年轻化，连大牌子溜冰场、电影院曾经没有的，这里都通通都有了。所以到今天为止，目前为止这里的状态是越来越旺，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 well planned 的一个 township development 来的。来 Bukit Jalil 主要通到 Bukit Jalil Highway 是一条直直的一条大路啦，没有红心灯，没有灯，四周围都是很多的绿化，很多树那样的。你刚才讲的发展都很大一下哦。所以我才讲 Bukit Jalil 是一个持续成长的一个地区来的。1800 acres， 我当然有这样多地可以发展哦。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介绍这一个在 Bukit Jalil 26 acres 大的 Township Development 里面的一个新项目啦 ，Verladas Residence。OK， 好，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一个是 Verladas Residence Bukit Jalil 的这个 gallery， 所以我身后这一个是它的 skill model。Jalan Bukit Jalil Indah 是我们的正门口向着的这个地方，所以 Gun House 是向着 Killara Reserve Forest Golf Course 的那一个方向的。前面这边会有一个油站 ，in case 你们知道这个地点的话啦，有一个 BHP 油站的。像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准后面呢，它是看着 Pavilion Bukit Jalil Golf Course 的那一个方向的。OK， 所以大门口这里可以看得到，因为 Verladas 它是新的 High End development， 所以它的 guard house 它的前面、外面的那些 partition 也会做得特别的 grand， 特别大气一点的。所以 guard house 很 welcome， 2辆车同时进，2辆车同时出，这样子的 set up。如果是平时的 service resident condo， 通常都是一个进一个出的。外面这边写着一个Verladas by XC 这样子啦，然后 visitor parking 就在下面这边 ，register 了才可以进去啦。很简单，你看得到的就是 facility floor， 以上一栋楼而已，然后顶楼的话是一个 Sky Facility 啦，总共508间，42楼高，就是这样简单。关于它的户型呢，它就是等一下我会带你看的那2个 showroom 啦，分别是1012房车，就这一个 size， 但是有不同的2个款，等一下我们再去 find out。而来到 Facility Floor 这边的话呢，可以讲的就是该有东西它一定会有，一定有东西，一定是健身房游泳池、sauna。它的 sauna 特别一点呢，是 salt water 的 sauna 啦 ，salt sauna、wellness salt sauna，OK。然后来到后面这边的话呢，这是我们的真后面。下面除了有一些 retail 之外呢，它也可以让住在这里的人轻松过到对面的 medical tourism 的这个 township 里面呢，所以就变成了这边其实是很提倡保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township 啦。然后在后面就是大概1 km 左右吧，到 Pavilion Bukit Jalil 咯。
所以你讲吃个饭啊，吃个火锅啊，看个戏啊，就是很靠近啊。然后来到顶楼的话呢，你看到这个很像开汽水盖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观景台啦。所以 from 这一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 Pavilion 的那个 Bukit Jalil Shopping Mall 的那个顶楼，甚至你可以看得到那个 Golf Course、Berjaya Golf Course 啊，又或者是你在上面其实有一个900米的一个跑道啦。sorry， 不900个，90个米的一个跑道。然后如果是相反这一边的话，有一个 BBQ pit。这样如果你们是很想在 Bukit Jalil 那边入手一个 Premium 等级，那是3房2侧的一个 property 在 Bukit Jalil 的话，尤其是靠近 Pavilion 那一 side 的话，这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做 high end 之余，它又没有做到一个太大的 layout，3房2侧而已。basic 的，就是每个first home buyer 他们第一个会考虑的，应该都会是这款，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的，我可以带你们去看这里的 actual unit 了。跟你们讲解一下它的进出口是怎么样啦。所以你看到我身后这一个魔鬼鱼这个地方呢，这整个就是 Aurora Place Pavilion Bukit Jalil 了啦。所以这个 Bukit Jalil Highway 这条路 all the way 是去到那个Puchong那一 side 的。所以我在 Sirim 之前，我就好转左进来，这边整块是 Technology Park 啊。你第一个 junction 进了来，到这边红绿灯转右，直去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一个Veladas Bukit Jalil 这边了啦。所以这个不是唯一的那个进出口啦。如果 let's say 你 miss 掉了 Sirim 这边 ，OK， 你是直走的话，可能你去 The Earth 这边买个东西，去个 7-Eleven 买个东西，然后想出回去才回家的话，可以啊。你这一条路过完 The Earth， 这样子走进来，你 is either 走回刚刚那个原装的那一个 Township 这条路进来，又或者是你 go further， 你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Veladas Residence 这一边的。如果是出的话呢，它是看橙色这一条线的。你如果是从 Main Gate 那个 entrance 出去的话，你需要在油站这边右个灯，从这边 all the way 去到这边啊，我看 Google Map 大概是一个950米的，你就可以把车开到去这边的卡巴碑了啦，Pavilion 的卡巴碑。如果再直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到那个 Recreational Park， 甚至是 Golf Course， 甚至是演唱会 Stadium 那边了啦，全部在这个方向。Veladas 这里有的都是3房2侧加一个 study room 嘛，所以这个款式是我们的 show unit 那一个款，所以他们进到来这边就是所谓的 +1 study area。一个20尺宽的客厅，它有2个选择啦，要不就是 with balcony or non-balcony unit， 3个房连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bundle design 的话呢，它是一个主人房，另外2个房分开2边，所以各有各的喜欢。他们是他们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有20尺宽的客厅，然后那个 kitchen 那边的 setup 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是 L shape， 这个是一个T字形啊。这个的 island 可能需要做短一点点，而它的那个 study area 它会比较的方正一点。Hello， 你在这里做么啊？这边是我们的大门口进到来的那个 +1 room， 这样3房2侧加 study room， 其实是这个地方来的。它除了是做一个像是 study room 的地方，除了是这样啦，这样如果有一些很虔诚的佛教徒呢，可能他们可以考虑放一个神台在这个位置吧，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大门口在这边里。然后这边的话呢，其实好像我刚刚这样子啦，我坐在这边可以做一个 sitting area。如果这边是鞋柜的话，我拿了鞋子，我就可以坐在这边穿鞋子，我就准备出门了。再不然，我今天是一个很厉害的踩脚车破风手。OK， 这样我可能有一个自己私人的脚车，这样我 maybe 我可以把我脚车锁在这边，帮我 edit 上去2个。OK， 私人脚车一开门就看着哇，我的很顶的脚车。or not， 你可以学这个 showroom 这样子，做一个 study table 的一个 area 都 OK 的，所以它其实算是多功能性嘛。不知道适合放那些大样的东西哦，像 baby chair 啊，对 baby 那个叫什么 baby 椅子啊，抽屉啊，对对咯。难讲嘛，或者哪一天突然间我也用上这个地方嘞，哪一天我不能回房睡，我就在这边度过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大概是这样了。然后大门进到来这边看见，所以这个3房2侧不一样的点就是它的客厅也不是很宽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哦，啊，那个窗是这么大的啊？窗在这边呢，哦，应该是窗哇，啊。如果是选择我们的 balcony unit， 它的 balcony 是这样咯。哦，这个是没有 balcony 的啦。啊，对对对，这是没有 balcony，所以就是因为没有 balcony，它的那个 aircon latch 是在这边的。这样如果是有balcony 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个门的啦，它这门就是放冷气的那个地方。那来到这边呢，就是我们放那个 TV cabinet 那个地方啦。这样说法，你其实想放前放后是你的选择来的，就看你要怎样 play around。然后来到这边是一个 dining set，dining set 放了一个6张椅子的。只有这样子的横厅设计啦，它才可以 enjoy 到吃着饭也看电视这样的 setup。还有的就是3房2侧，通常的 kitchen 啊都是在比较后面一点 ，kitchen 也会小一点。如果是你遇到长形的那种 layout， 它会比较短一点。这个你有看过这样的嘛？3房2侧1000多方尺，这样长的 island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最主要是什么啊？这边都写了啊。限时 limited time 啊，还有把这个橱柜啊，这边的橱柜这些它都是有给的啊。讲到现在 limited time 啊，因为我不敢讲这个 video publish 了过后过了几个月突然间它没有，我也不知道的，暂时是这样啦哈，所以这个是有。我等一下哦，这个颜色，对，好像是一样的 ，exactly 是一样啊，木色，白色 top。其实现在这种 kitchen 都要20千嘛，我猜外面这整套我看要啊，可以省很多钱。整套啦，这整套应该价值20千要。但是我们送的是发展商没有送冰橱啊。哦，这些是有的。OK， 这个样子啦，这个就 for display only 啦。它真正给的是全部是 full size 的橱柜，全部是橱柜。后面还会有一个yard。你看呢，3房2侧通常有些有yard，有些没有yard。它有yard。我们也有 study room， 所以我们不会把那个所谓的 store room 啊，全部集中讲把东西放这边，不是的。我也可以把我脚车啊、轮椅啊、鞋柜全部放在那边，是 OK 的。我小时候有这样的房给我就好了，可惜父母没有这样的审美，帮我做一个这样的 children's room。所以这边呢是这个 Veranda 1012方尺的第3个房间，也就是最小的那个房。这样小房通常是做 children's room 啦，做个 double decker 是最 practical 的方式。旁边做一些给他们收纳衣物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做一些他们放玩具的地方。然后有个窗口啦，所以可以 make sure that 这边的采光也是 OK。来咯，要变大人了咯。OK， 我们来到的这个是第2个房间。它要不就是看着 Kinrara 看着山的风景，或者是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那个风景啦，看选哪一个户型。所以这边的话呢，它的那个窗口啊，是还有1尺就接近落地的玻璃了啦。所以这边的窗口，我觉得采光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放下一个 queen 床，还有一个 wardrobe。有了这些东西过后呢，你的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做走动，开衣柜、选衣服都是 OK 的啦。所以基本上3房2侧给到这样子的 spec，3个房间都是算非常的 spacious 的。OK，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里的主人房了啦。This is master room， 主人房。这边就主人房嘛，当然是阔一点啦，这边就只是16尺这样子阔了。所以我可以觉得这一个 master room 是比起平时的3房2侧是大蛮多一下的。所以放了那个床，就算是 queen king 都好啦。看着一个足够采光的玻璃，做一个 double layer 的curtain之外，一个长的衣柜，其实我还可以放到一个 baby 床在这边，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空间呢。甚至有时候我们回到家，只是想放松身心，我们偶尔也可能会坐在地上的一个 bean bag， 坐在那边发呆，还准备按下电话，这样子准备去冲凉的嘛。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 attached 的厕所啦。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厕所，物语那个厕所 OK 的。所以我们这边呢，基本的 basic 的那个 accessory 啊，这些 sanitary 的东西呢，其实是有了的。这样它没有东西也显而易见的。其实这个是没有的啦哈，基本上其他东西都是有的。然后 unit 是看 with 那个 water heater 的，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啦。哇，全部可以放很多啊，风超大。大概是这样的。这种 layout 的那个3房2侧呢，它就变成很 practical as in。3房2侧绝对是 condo 最容易卖转手租出去最多人要的款式户型来的，因为3房2侧容易入手，容易离场。
像这一个比起第一个三房两车，它更多的是空间，客厅空间、厨房空间、冷静房都有，所以做 storeroom 也可以啦。所以这样子的三房两厕，加上如果你在一个好的地段，比如说1km 你一定到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再加上只要你坐落在 Township， 有工作机会，有医疗设备，然后甚至是很容易去到一些 public transport， 这些全部绝对是 bonus 啦。总结一下这里的发展呢，像那个 Stadium 体育馆啊、下大 Arena， 甚至是研究所、大学，全部都是集中在右手边这一块的。像中间这一块呢，就集合了那个 Bukit Jalil 的大型公园啊、高尔夫球场、Bukit Jalil Golf Course 啊，还有一些银行、F&B 都集中在中间这一块，所以这边的话会比较有运动气息一点。像左手边这一块，也就是 Pavilion Bukit Jalil 啊。大型的那个商场，或者是黎明华小那一带呢，是正在蓬勃发展着的。像它的下面一些就有一个26 acres 的 township development 在这里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位置的。所以呢，因为毕竟这边比较新，加上它是Bukit Jalil全新的一个 township development， 有商场、有医疗中心来 support 这里的 residents support 到each other， 所以三房两厕的户型有收入700多千。然后是一个作为 first home 很适合的一个选择来的，而再加上这边蛮适合准备成家立业的你们呢，可以讲到完的就是医疗、运动、娱乐，甚至是那个学校都是一步到位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上面的这边我们的联络号码来看看这里的 show unit， 然后来了解看看，然后也不要忘了记得 like、还有 comment， 然后我们就下一期见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期 SY 再带你们。OK， 拜。